没错，我被诈骗。今天我睡醒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讲说他被诈骗了，就如标题所见。那你们就听他娓娓道来吧。OK， 我今天真的经历了一个很难熬的一天，被诈骗。然后事情发生在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我在用电脑，然后滑 FB 的一些页面，然后就跳出一个麦当劳的一个优惠券，就是一个像是类似发动态的这个一篇讯息。那这篇其实我好像前一阵子就有看过类似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点心动，只是那时候没有买。前几天就想被诈骗了，前一阵子没有前几天，大概前一个礼拜吧。但是我不知道就跳出来，然后我就想说这次不由他，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内容，然后它的内容是6块麦脆鸡腿，然后加2个大薯。我看一下，那金额是39块钱。你说6块麦脆鸡腿，6块，6块麦脆鸡腿跟2包大薯，你刚说多少钱？39啊， 39它是写夏日贩售。而且最扯的是，它上面还写说，你买了之后3个月，如果没有使用或者是超过使用期限，你还可以办理退货。我刚刚吞口水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想吃。傻眼，到底是多干净？而且你知道它上面呢，它这个广告赞助上面它不是写麦当劳，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对，它的名称很英文。Digna de todo amor。所以可以到时候留意一下，类似这种的，可能就是有问题。对啊，而且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为什么不是麦当劳官方自己播出来的，然后他还播那个赞助，然后是要广告这件事情的？没有，因为它这个页面太大了，然后就会你看到那个 M 嘛，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官方。哦，就是你不会去留意那一行字这样。然后他写的内容跟我也有看到他的文字跟他的图片其实是相符的，但他至少做的还蛮真的啦。对，他下面也说其实有很多留言串。然后我这次就想说看一下留言串。对，他刚打开我有看留言串。对，但是那一次其实跟这一次都大同小异，大家都问说，加一啊，我要加一啊，然后说有买过，真的很划算。就是下面的留言都没有人说他是诈骗，也不会有人觉得有问题，但那些就是出来钓鱼的。对，然后就说什么划算，然后还有人特别说这个怎么用，然后大概还有人底下留言贴心教学。对，他说没有你就照他步骤，然后大概过一阵子之后，你就会收到 email， 你就可以用这电子优惠券去买那个优惠的东西这样。然后反正我就这次就点就按下去了领取优惠，然后点了领取优惠之后呢，就有一个一页式网站。对，然后它上面这个一页式网站呢，上面一开始是你要订购的数量是要几个，我就先选2个。我本来要选，你知道我本来要选几个？我本来选5个。哦，对，但是选几个应该也没关系，对，应该没关系。反正就选了之后，然后它下面这边还特别注明说你要用 Mastercard， 然后因为我刚刚也是 Mastercard， 他只想骗 Mastercard。对，有可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4个部分，就是要你填真实姓名啊，然后手机号码，再来是电子邮件。那下面这个留言，这个应该就是一个不必要的栏。然后上面2个打星号特别重要，对，这也是他们需要你的资料，就是真实姓名跟手机号码，对。然后反正我就如实就填了，填完之后呢，我就按确认提交。之后呢，他跳了下一步，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刷卡金额的这个页面，那它上面会跟你讲订单编号，然后你订单的金额是多少钱，然后点2分嘛，所以是78块。再过来就是信用卡的卡号，因为我其实用这张卡也很熟了，所以我就填得很快。然后填完之后呢，这边就有确认付款，我就点了这个确认付款。之后他跳了下一步，就是他传了一个需要你验证的这个 OTP 的这个交易码确认，然后你要取得你的 OBD 服务密码，这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了，因为像是买火车票什么的，你都要经过这个手续。就是你要刷卡的时候，他不是会传简讯给你吗？就是那个 OTP 验证6码这样。那通常你比较快的话，你就按复制然后贴上。类似这种因为我是用电脑，而且现在好像有一些状况是你手机收到的那个简讯，它就会直接输入进去，所以你有时候根本不知道那交易金额是多少，你可能自己手机就会复制起来，然后就把它记进去。对，也有这种的。对，但是大家刷卡就是你收到这个简讯前，它都会显示那个金额，所以你们也要看清楚。没错，然后我就按取得这个 OTP 密码，它其实跑了很久，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的网络问题，因为我的电脑那时候点 WiFi，然后 WiFi 其实确实有时候会疏忽那个，对，但是我其实是当下疑惑，是因为通常取得这个 OTP 码应该很及时的，大概不用转几圈，只能转2、3圈它就好。结果在我很疑惑的时候，它可能已经转了大概有30秒，然后终于跳出一个简讯，我就看了一下。那你有看到它上面金额是多少吗？我可能也有点没有印象，因为只能看，那它传在手机里面嘛，就看了手机，然后再输入到电脑。那其实因为我很习惯，就是因为这个通常因为用久了之后，他传这个验证码给你，你都不会自己看，就只会看那几个验证码，看了之后就赶快输进去，然后就按下一步这样。对，因为就不疑有他，就想说确认一下。但我刚刚看仔细了一下，它上面显示的是 USD，对，然后他还特别用一个手法，就是用一个 USD 让你
你假乱真，你也可能看不清楚。对，对，如果它是显示可能几万几万，你可能就看得出来。对，但是它就是特别写一个小的数字，我就把验证码输进去，跑了很久，跑了大概快30秒吧。超久，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在我觉得是网络问题，我还犹豫要不要把网页关掉，重新整理的时候，我想还是算了，让它跑完。它就突然跳了一下，然后又跳回了那个 OTP 的页面，然后又回到你要再发送一次验证码的这个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我刚可能是输错，所以我又再点了一次发送，然后他又跑了一阵子，他又给你一封简讯，对他又给我一封简讯。这次你还是没有看金额？应该对我也没有看，我就是再输了一次，反正就是一个很顺畅，然后我觉得是不由他想说，就是可能以前就是付款就是这样子的方式，然后这次 key 完之后转了一下子之后，他跳了一封就是交易成功的讯息会跳给你，通知说你这笔金额是台币15000多块，对，但是他后面是写说此交易没有成功，然后如果有疑问的话，请联系一下发卡银行。对，就卡片背面资讯打电话。就是虽然他这一次他是写没有成功，但我觉得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对，但是其实蛮多人这样子就应该会被骗走。对啊，因为通常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都确认资料，金额应该就是已经被刷出去才对。也有可能你刚刚验证码真的 key 错了。我不知道。要不然15000多照来讲，信用卡应该是刷得过。对啊。你那个金额来说应该是算。对啊，反正后来你不是就说你有打去银行吗？对啊，我当下就是看了之后，我发现那个讯息之后，我就先用电脑赶快查一下麦当劳诈骗。就直接打关键字。对，然后立马就跳出了很多类似的手法，然后我一看就知道没错，我就被诈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打给银行，去做停卡的动作。我一开始就讲说，可能刚刚刷了一笔，可能是麦当劳诈骗。对，然后那个专员可能因为最近也收到类似的，对，他就立马就了解，他就先询问我的一些关于卡的一些基本资料，核对之后，然后他跟我确认一下我交易的交易明细，跟我确认凌晨的几笔到下午这一笔，对，那前面的都没错，然后他就跟我说没错，你接下来就是这笔两边半的，然后这笔的话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就跟我讲说，还好你现在打电话给我，通常如果当下没处理的话，这笔钱被诈骗集团的人把这笔钱就是取走之后，他现在帮我把卡停掉，然后他就跟你说，如果你不赶快打来的话，有可能你的卡的话也是会陆续被盗刷，对，然后有可能这是后续延伸的问题，主要就是讲说，还好你现在打电话给我，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要窃取你的个资，对，之后你的卡片基本上你的资料都已经外泄了，被盗刷的几率是非常大。然后就跟我讲说，然后你把卡停掉，然后现在可以剪卡。他还特别询问我说我的诈骗的这个经过，跟询问我是在哪里被诈骗的。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在 FB 上面看到，他一开始以为我是简讯，好像有些人也是会透过简讯的网址，可能大部分我觉得是因为简讯跳出来，然后点了那个网址，那个文字叙述说有这个电子优惠券，然后跳转到可能就是我们刚 FB 那样的一个页面，然后就找下面领取优惠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刚在发现这些是诈骗的时候，我就陆续查这些资料，然后我发现其实麦当劳啊、肯德基跟摩斯汉堡都有类似的，可能多少钱，然后特价变多少钱的一个优惠券诈骗。电子优惠券好像越来越多。那你们就是要多注意一下是从哪边广告的然后是不是麦当劳官方的资讯或什么的，就是要多方留意啦。然后特价的东西如果真的是低到有爆炸，你可能可以考虑一下，打一下关键字，或者是我觉得你在买之前，如果你有人或者像你另一半在旁边的话，刚好我是一个人在操作，双方一起确认一下，对，就稍微问一下两个人可能他另外一个比较精明一点，或者他比较会有疑虑的话，就会去了解。我是不知道我在旁边我会不会也被诈骗啦，但是因为我刚刚是已经知道是诈骗，所以我才会去分析这些状况下都很不合理。但是如果你其实当下已经被迷惑了嘛，你可能不一定会发现这么多细节，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跳出来了，那应该是官方的吧，或者是有人就是好心然后帮忙宣传这个东西，或者是麦当劳请这些平台帮忙宣传之类的。是别的平台，就是麦当劳透过他们平台去发送这些。对啊，也是有可能啦，但是就是大家就多方注意一下，而且他真的很贼，他就是下面的留言什么的，因为你可能讲他是诈骗，也会被封锁，然后他下面又有很多暗装，所以你就没办法看出他留言串到底是真是假。对，当然我觉得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真的你看到当下，你可能可以先去 Google 一下，类似诈骗有没有是类似像你现在看到的状况。我觉得一看你可能就会看出端倪，那你可能当下就不会那么激动去按。那可能大部分人像我一样，看一下当下就很心动，然后不疑有他，因为金额反正很小。现在的诈骗手法就是那种小金额，但是你刷了之后，基本上他是窃取你的个资，看你有多少，就是把你全刷掉。对啊，然后现在其实真的太多诈骗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是常常的去更新这些诈骗资讯，要不然很容易被骗。像前阵子我们也有那种电影票，
也是好像蛮多人会被骗的，就是你可能在微秀啊，或者是一些那个电影的 APP 上面，然后去订购电影票，他们可能就会跟你说，你可能不小心加入了什么会员啊，还是什么的。那他是透过简讯传吗？还是他是怎么样？他好像会打电话来，哦，他直接打电话。对，然后就是跟你讲说，就是有这个状况啊，然后什么的，反正后续还会，你们可以去查这类的资料。对，那就是因为他那个 app 可能就是有可能被骇客入侵了，被骇客可是入侵，真的太多了。各自然后现在就连看电影的时候，它其实前面都会播一些宣传，就是诈骗的东西。虽然我们这一次可能是没有被骗，因为我们及时的打电话给客服，但是很快的处理，至少他们还没那么快的去把你卡做盗刷的东西。我看这个 YouTube 啊，然后还有新闻，好像这方面的资讯还没有很多。我有看到2周前的新闻其实是有播这个议题。但是大概只有几千个人观看，然后我看了一下 YouTube， 也没有任何的 YouTuber 去介绍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还蛮新的，对，那报道看的人其实也不多了，就是几千个人看的。对啊，所以我们想说就把这个资讯跟大家分享。都有管道啦，如果你们的一些亲朋好友有类似的，你也可以分享给他们。对。然后大家一起预防诈骗。没错。那这一篇就到这样喽，拜拜。被诈骗集团骗，现在吃什么？吃个麦当劳，鸭鸡。傻眼。